崔氏嫡女被太子退婚了。看着太子为了太后宫中的那个孤女，不惜得罪崔家，念着情分，我好言劝了一句：殿下可明白，这桩婚事退了，您的路想必就没那么好走了。太子无所谓的开口，孤的路从来都不是崔氏铺的，是靠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。我看着他自负的模样，笑了，当着他的面亲手烧了婚书。那殿下可要好自为之啊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阿优孤心跃鱼，利剑穿破长空，射向箭靶，打断了太子的话。我接过婢女手中的帕子，将弓箭递出，擦了擦手，抬眼看向太子，朱唇轻启。太子心悦于于敬彤，然后想同我退婚娶她。太子面露难色，并非，孤只是想告诉你，阿童乃镇北侯遗孤，为了安抚边疆，他不可为侧妃。你我婚事是先皇亲自定下的，不可更改，所以我嗤笑出声。所以你想让我做妾？敬彤由皇祖母亲自教养，身份尊贵，又是父皇亲封的郡主，所以只能委屈你了。我一步步逼近太子，身份尊贵，太子莫不是忘记了，我崔官仪姓崔，乃崔氏嫡女。我的父亲是尚书令，我的母亲是先皇元后独女昭瑞长公主，陛下亲子，殿下拿于敬彤一孤女，同我比尊贵。太子顿时气得涨红了脸，阿童父兄乃镇守边疆的英烈，你怎可如此？我冷脸单手推开了太子，头也不回的拂袖走了。太子若想娶于敬彤，明日自可来尚书府退婚，我崔氏自不会过多纠缠。崔家作为武姓期望，纵使王朝更替，崔氏仍然矗立清河数百年不倒，被天下士子尊为读书人都楷模。我同太子的婚事是太子外祖父一个两朝阁老亲自求来的，我祖父点头，先皇赐婚。我实在没有想到太子能够蠢到这个地步，为了于敬彤一个孤女弃了这桩婚事。不得不说，情爱真的让人失去理智。若是在于敬彤父兄未战死时，我还可以理解，毕竟那时的镇北侯手握重兵，镇守北境数十年，为大燕王朝鞠躬尽瘁。只是可惜天妒英才，6年前北蛮入侵，于家男儿全部战死沙场，独留于敬彤一孤女在世。陛下怜悯于家，亲赐于敬彤为郡主，由太后亲自教养长大。第二日一早，我在房中品着早茶，婢女浓墨便向我禀报，太子他来退婚了。我放下茶杯，面无表情地吩咐浓墨，梳妆吧，既然退婚，我们就好好退个干净。浓墨撅着小嘴嘀咕着，这太子也太不知好歹，我们郡主美若天仙不说，还有这么显赫的家世，这上京谁能比过您啊？偏偏为了一个孤女想同您退婚。我被浓墨夸得笑了笑，好了，这婚退了也好，总比日后相看两厌好呀。等我梳妆完去大厅时，正看见父亲生气地说，太子真不把我崔家放在眼里啊。想当初若不是林阁老亲自带你上门求得这桩婚事，我们崔家也不会答应。如今太子是想把我崔家的脸踩在地上啊。太子正准备说什么，我连忙上前安抚着父亲。我拍了拍父亲的背，轻声地说，父亲，这婚退了便退了，崔家的女儿还怕寻不着好郎吗？说罢，我拿起父亲手旁的婚书，念着从小相识的情分，还是好言劝了一句，殿下可明白，这桩婚事退了，您的路想必没有那么好走了。太子无所谓的开口，孤的路从来都不是崔氏铺的，是靠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。我看着他自负的模样，笑了。好啊，但此事我们需要说清楚，崔家从未抗旨，是殿下执意要退婚，至于后面的事，殿下需敢作敢为，要一力承担啊。太子昂了昂头，那是自然。于是我看了看父亲，见父亲点头同意，当着他的面亲手烧了婚书。那殿下可要好自为之啊。太子走后，太子来崔家退婚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。当天傍晚，陛下震怒，将太子禁足于东宫。明眼人都明白，这是陛下对崔家的交代。太子仗着陛下的宠爱，为所欲为，就是不知道这样一个不听话的孩子，所谓的宠爱能维持多久。陛下正值壮年，子嗣繁多，其中家世显赫的不在少数，而太子之所以能坐在太子之位，不过是因为母家林家未曾经陛下夺嫡立了大功。
但太子母家皆为文官，不掌兵权。而于敬同虽父兄战死沙场，但于家旧部仍然在军中担任要职。现在细细想来，他们之间也没有那么单纯。没过几日，太子生母林贵妃便送来了不少名贵的赏赐来崔府。随行的嬷嬷一脸笑意地说：“长宁郡主，娘娘说宫中的菊花开得很是艳，想邀请您进宫赏菊。”听到这话，我不禁觉得好笑，但没等我开口，我的母亲昭瑞长公主便嗤笑着：“这皇城的娘娘可真会做人，打一巴掌给个甜枣，就以为这事儿能过去了。”此话一出，嬷嬷顿时额间冒汗。整个大宴都知道我的母亲昭瑞长公主身份尊贵，是最得先皇宠爱的公主。坊间之人总是打趣儿说，如果我娘亲是男儿，如今登高位的还不知道是谁。母亲莫恼，我摇摇脑袋笑了笑。母亲作为唯一的中宫嫡出，未出嫁时被先皇宠着，出嫁了又被父亲视作珍宝，从未在谁哪里受过气，嘴里向来是不会饶人的。母亲，贵妃诚心相邀，不好拒了。阿优也许久没进宫了，正好去逛逛。母亲无奈，还是点了点头。当今的陛下同我母亲并非一母同胞，但自小就宠爱这位妹妹。宫中有进贡的好东西，总会送一份来崔府。林贵妃是一个很温婉的女子，我一进门就笑着牵过我的手，很是亲昵地同我说话。赏花时，我随口夸一句花好看，她便吩咐人将那些个名贵的花朵送去崔府。我也只是笑笑，没有拒绝。我若不收，想来她短时间心里怕是不会安生。其实于我而言，有这样一个婆母是极好的，性子够温婉，明事理，知分寸。只是可惜了。赏完花，正准备出宫时，我看见了一个让我心烦的人，于敬同。我瞟了他一眼，便无视他，继续向前走着。只是没想到，他却喊住了我：“崔官仪，你站住！”我停住脚步，转身看向他：“你有何事？”见我嚣张的模样，他双眉紧皱：“我是来告诉你，太子哥哥他是我的，就算贵妃更喜欢你，但是太子哥哥也只会娶我。”听到这话时，我乐了，勾起一丝笑，一步步逼近他。于敬同，我记得小时候我就告诉过你，别来招惹我，你这是忘记了？小时候在太学，于敬同就不是个安生的，而上京那些个自小在富贵堆里的姑娘们，向来看不上那些粗鲁的武将之女，所有他出来时，常常被欺负，每被欺负了，就会跑去同太子告状。我向来懒得搭理他们之间的弯弯绕绕，把自己当做一个旁观者。至于他们之间的矛盾，在我看来，就像是你挠一下我，我挠一下你，不痛不痒，甚是无趣。可是后来他和太子的关系越来越近，他又不知在何处知晓我是太子的未婚妻，将我是做了情敌，有意没意地暗示太子，我带着贵女们欺负他。太子也是个没脑子的，竟然当着众人的面教训我度量小。当时我便气笑了，上前一把将于敬同推倒在地，说我欺负你，那好啊，我就欺负给他们看，我最不喜欢被人冤枉呢。最后于敬同因为挑拨同窗关系被夫子罚抄字，我趴在他身侧的窗户前，笑着警告他：于敬同，我这个人呢，向来不会受他人气，有仇都是当场报的，下次可别把你的小伎俩用我身上，也别再招惹我了。于敬同愣了愣，似乎想了起来，支支吾吾地说：我和太子两情相悦，反正你别想拆散我们。我抚上他的脸：于敬同，你要知道，我和你不一样，我崔官仪配什么人配不的，这世上只有我不想要的，没有我想要而得不到的，而你能得到的只是我不想要的，所以你明白我的话了吗？我手上用力将他的脸拍开：你放心，我可不屑于和你抢男人。说罢，我带着笑转身就走了，留下他一个人在后面发愣。回崔府的路上，突然马车停了下来，小厮在外面有些担忧地说：郡主，前面被金吾卫封了。我皱了皱眉，吩咐浓墨前去看看怎么回事。等了好一会儿，我见浓墨还没回来，便掀开车帘，正准备看看怎么回事，突然一个人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他勒马停在我的窗前，修长有力的手握住缰绳，腰间配着一把鸾金长剑，悬衣墨发，黑色金丝劲装紧贴他的肌肤，勾勒出他劲瘦的腰身。我抬眼看见面前剑眉星目，
五官硬朗却又俊美的男人，冲着他笑了笑。秦王殿下可是要查阿优的车？他端坐在马背之上，薄唇轻启，回崔府。我笑着点了点头。跟着我。他便转身骑着马走了。这时浓墨终于回来了。小姐，金吾卫抄家呢。秦王在前面开路，小厮便驾着马车跟了上去。过了闹市之后，我正准备向他道谢，没想到我刚掀开帘子，他就骑着大马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叹了一口气，无奈地嘀咕着，怎么性子还是这么冷。秦王沈彦真是当今陛下的第四子，太子的弟弟，只是他有些特殊，其实说起来他才是真正的且唯一的嫡子。沈彦真的母亲是陛下还在当王爷时娶的正妃，只是可惜在天妒佳人，让他早早的就走了。世人都说陛下重情，王妃薨逝以后便再也没有立正妃，就连登基后也一直没有立皇后。可是沈彦真和陛下的关系有些复杂，陛下对沈彦真格外的严苛，小时候常常看见他被罚跪于金銮殿前。他又是个硬脾气，从来不向陛下低头，被责骂也好，被罚跪也好，腰板都挺得笔直。但是陛下对他又很好，16岁时便封王，还将金吾卫给了他。在镇北侯牺牲后，接管边境军权的便是沈彦真的亲舅舅。陛下似乎有意无意地在放权于他，只是表面上他是陛下最不喜欢的孩子。不过这家伙性子那么冷，的确也让人喜欢不起来。自从太子和我退婚后，于敬同越发张扬了起来。定安侯府秋日宴那日，他同太子来时，刻意牵着太子的手在我面前显摆。我懒得搭理他，自顾自地饮着侯府的桂花酿。定安侯的夫人喜酿酒，这桂花酿是他最拿手的，只是可惜每年只有侯府办秋宴时才能喝到，所以我不禁多喝了几杯。喝着喝着，身旁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，在这嘈杂的宴会中，这道声音仿佛在我耳畔私语一般，好听极了。你很难过吗？我偏过头看着说话的沈彦真，愣了愣，也不知道他何时坐到了我的身旁。朦胧的酒意让我的眼眶有些湿润。我侧过身子，歪着头诧异地询问他，难过？我有难过吗？沈彦真却别过脑袋，拿起酒杯，看着太子和于敬同的方向继续说，你还喜欢他吗？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便看见太子在为于敬同包着秋蟹。喜欢太子吗？大抵是没有过吧。我又撑着下巴，笑盈盈地看着沈彦真，阿优觉着表哥好似比太子更令阿优心仪呢。此话一出，不止沈彦真愣了愣，就连我也愣了愣。多饮了几杯，胆子竟这般大了。他偏过头看着我时，我连忙避开的视线，顿时脸颊就冒起了热气。故作繁忙地剥起了蟹肉，因过于慌乱，被蟹壳划的一下，死。旁边的沈彦真却轻笑了一声，拿过我手上装着蟹的盘子，自顾自地包了起来。哎呦，你很久都没有换过我表哥了。他的手虽说常年握着刀剑，但却不似那些个武将那般粗壮，反而修长白净，手背上的经脉看着格外的迷人，令我不禁恍惚了。这让我想起来了年少时那个在烈日下跪着的少年。哎呦，殿下您可低个头吧。陛下您还不知道吗？刀子嘴豆腐心，您在这儿跪着，老奴心里可焦着呢。陛下身边的罗公公站在沈彦真旁边，给他扇着风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。少年似是被念烦了一般，好看的眉眼皱了皱，但仍然挺直了脊背，跪在金銮殿门口。罗六祥，给朕滚进来，他要跪就让他跪着。罗公公焦急地拍了拍的大腿，殿下您就认个错吧。然后又连忙跑进了殿内。然后我便听见沈彦真大声地说，我无错。母妃牵着我的手，询问工人是什么情况。我才听工人说，是因为一匹马驹。三皇子看上了沈彦真舅舅送给他的一匹宝马，仗着当时自己的母妃得宠，非要讨了去。可沈彦真是个不好惹的，哪里肯干，让。于是两人就在教场打了起来。后来三皇子的狐朋狗友们见三皇子处于下风，连忙上前帮忙。一群酒囊饭袋哪里能和从小跟着舅舅混迹军营的沈彦真比？三皇子和那群酒囊饭袋都被打了鼻青脸肿，然后气冲冲地回宫和淑妃告状了，你等着我去找我母妃。后来淑妃领着三皇子去找陛下，
陛下生气地训斥了沈燕珍一番。明明此事就这么过了，可是三皇子嘴欠，刚出殿门就得意洋洋地和沈燕珍说：“你个没娘的孩子，父皇也不喜欢你，现在知道谁厉害了吧？”话一说完，沈燕珍就当着淑妃的面又揍了三皇子一顿，然后就被罚在金銮殿一直跪着。母亲叹了一口气，这孩子和母亲一样，从小就没了娘亲，只是我比较幸运，从小有你皇祖父护着，又有皇兄们宠着。然后母亲拍了拍我的背，哎呦，走，示意我上前。母亲这话一说，我便明白了，母亲心软想帮她。母亲进了殿门去找了陛下，我连忙上前拿出帕子递给他，给你，表哥。那时跪着的他和我站着一样高，但是他只是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别过头没有接。我鼓着腮帮子嘟囔着，你不要，哎呦可就不理你了哦。那时候年岁小，总觉得不理别人便是最大的惩罚，现在想来只觉得幼稚的可笑。最后少年还是冷脸接过，捏在了手里，是给你擦脸上的灰的呀。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动作，我站得有些累了，便蹲在了他旁边。表哥，我母亲去找黄舅舅了，你等会儿就不用跪了。稍过了一会儿，母亲便挂着笑出来了，伸手便扶起了沈燕珍，来，阿珍，起来。沈燕珍颤颤巍巍地起身，对母亲点了点头，谢谢姑姑。她走后，我悄悄地和母亲说，娘亲，四表哥眼睛红红的哎。母妃蹲下身子，给我拍了拍衣裙，你表哥呀。自小没了母亲庇佑，别人对他好他都能记住，是个好孩子。以后阿优看见四表哥被你皇舅舅责罚了，阿优也可以帮他求求情，知道吗？我懵懂地点了点头。后来进宫时总是看见他被罚跪，不知是养成习惯了还是怎地，纵使沈燕真不搭理我，我还是会死皮赖脸的去找陛下求情。陛下也似乎不是真的想罚他，只是想让他服软。3次有2次总能求情成功。后来他16岁时被封王，出宫见了府邸，便很少见到他了。许是长大了，脸皮薄了，总觉得他不怎么搭理人，再亲热的叫表哥也没用，便叫起了殿下。一碗蟹肉被递了过来，蟹寒气重，少吃些。我红着脸点了点头。宴会结束时，酒意便慢慢上来了。浓墨扶着我上了马车，路上马车突然停了，随即车帘被一把剑掀开了，是沈燕珍随身佩戴的那把鸾金长剑。我趴在窗户上，探出了脑袋，看见他骑在马背上，月光洒在他的脸上，显得格外柔和。崔爱优，你可愿嫁给我？醉了酒的我本就迷迷糊糊的，于是笑着点了点头，好啊。只见沈燕珍嘴角勾起一丝笑，说话算数。我伸出手，幼稚的想和他拉钩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他伸出了手，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然后就放下来帘子，骑着马走了。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然后一头睡了过去。醒来后完全把这件事忘了，直到陛下的赐婚圣旨送来了崔府，我才想起自己的荒唐事，咬牙切齿地跑到了秦王府。后面秦王府的管家说沈燕珍在教场，然后又跑到了教场。只见他在教场跑着马，见我来了才骑着他的黑马慢悠悠地过来。我有些生气，你怎么能趁着我醉酒哄骗我呢？他坐在马上俯视着我，见我生气的模样，又俯下身直视着我，崔阿优，是你自己说的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我一时哑口无言，支支吾吾地说，我是女子。他挑了挑眉，不在意的哦，了一声，那你想怎样？想抗旨还是怎样？我叉着腰一时理亏，我就是气不过你趁我醉酒哄骗我。他带着笑看着我，好，那我错了，可行？他如此直白的道歉，将我所有的不满憋了回去。见我不说话，他翻身下马，宽阔的胸膛挡住了刺眼的阳光，微微俯身，带着笑看着我，现在可是清醒的。我抬眼直视他，点了点头。那我再问你一次，可愿嫁我？我的脸瞬间通红，转身想跑，便被他伸出手强硬地拉了回去。我倔强地开口，愿不愿有那么重要吗？反正又抗不了旨。此话一出，他脸上有些严肃，但也没有说话，
只是看着我。我才意识到，我好像有些伤着她了。其实嫁给你也还行。然后说完便跑开了，只留他一个人站在原地。回府后，心绪久久不能平静。自从赐婚以后，沈燕珍总是隔三差五送些东西来崔府。这一大早，又派秦王府的管家送来了件雪狐绒披风。郡主，冬日快到了，我家王爷去京郊猎场猎的雪狐皮，刚叫宫中上衣局的绣娘织好，就给您送来了。雪白柔软的毛领看起来暖和极了。母亲笑着在旁边打趣着，我就说阿珍这小子是个细心的，冬日还没到呢，东西都送来了。哎呦，是不是也该给他送点什么呢？我含笑收下来披风，毕竟他除了送我也无人可送。我觉着母亲说的也对，便亲手给他制了一件墨色大氅，上面用金丝绣出祥云，看起来金贵极了。父亲还在旁暗暗嘀咕着，这冬日喽。为父也觉着冷脸，什么时候有人也给我做一件哟？管家派人将东西送去回来后，告诉我沈燕珍立马就穿上了。我竟觉着心中暖暖的。每年除夕前几日，陛下都会摆宴，邀朝臣家眷一同庆贺。设宴当天一早，沈燕珍便亲自来了崔府送礼，穿的是为亲手做的墨色祥云大氅。她穿起来好看极了，我带着笑在门口迎她。她看见我，面上也柔和了许多，白狐很配你。我看着她骑马来的，不禁询问，冬日骑马不冷吗？我话说完，她温热的手便牵起了我，不冷，你摸摸。宽大的手掌包裹着我的手，这寒冷的冬日竟让我觉得有些热了。宫宴之上，沈燕珍坐在我的身旁，陛下难得地对她露出笑意，对着父亲说，阿优和秦王很是般配啊。父亲笑着点头，几个有眼力见到朝臣也连忙夸赞了起来。但众人没注意到的是，坐在对面的太子却黑了脸。我拿起一杯果酒，看着他旁边的于敬彤饮了下去，眼神中略带挑衅，勾着唇对他笑了笑。我在无声地告诉他，看见了吗？我崔观仪无论在何处，都是众星捧月的存在。旁边的沈燕珍伸手捏着我的双颊，将我的脸偏了过来，有些恶狠狠地说，崔阿优，看谁呢？我轻挑一下秀眉，顿时反应了过来，眼底的笑意溢了出来。我瞧着，秦王殿下越发俊朗了呢。沈燕珍平常看着凶神恶煞，其实最不禁逗了，连忙收回了手，但我看到了他嘴角勾起的弧度。殿内的火炉烧得有些旺，饮了些酒，便觉得心中有些燥热，我便一个人出去透了透气，却不想太子跟了过来。哎呦，四弟向来霸道，你可是自愿同他订婚的。虽然沈燕珍有时是有些霸道，我向来护短，别人说他的不是，我就觉得心中不痛快。我皱着眉看着他，姑的意思是，你若不愿嫁他，姑可以帮你同父皇说。听了这话，我有些不悦地开口，殿下还是管好自己的事，再来操心别人吧。听闻太子府的属官们最近有些不安分啊，小心被别人揪了小辫子，自身难保。我话刚说完，于敬彤就冲了出来，一下子站在了我和太子中间，让我显得一踉跄。崔观仪，你怎么这么阴魂不散啊？太子哥哥都和你退婚了，你还缠着他。我有些无语的对他翻了个白眼。太子连忙拉过于敬彤，阿童，是我来寻阿优的。于敬彤一听，顿时炸了毛，眼中水盈盈的，像是气急了。太子哥哥是骗阿童的吗？你不是说你不喜欢他吗？我懒得看他们都别扭现场，转身想走，没想到于敬彤竟然拦住了我。我看他气冲冲的模样，有些恼了，一把将他推开，谁知他竟然一踉跄，没站稳，跌坐了下去。太子连忙上前将他护在怀里，我见他嘴巴一撇，顿时知道他要哭，冷声呵斥，不许哭。许是被我的气势吓到了，将哭声憋了回去。我抱着臂看着他们俩，今天我就说明白了，我崔观仪自愿同秦王订婚的，他没有逼迫我。还有，秦王他好极了，是我心仪的夫婿，我也从未喜欢过太子，我也不会破坏你们所谓的感情，明白了吗？太子猛地抬头看向我，阿优，你从未喜欢过姑？我坦然地点点头，曾经懵懂无知，只觉得我是崔家嫡女，将嫁给你是做理所当然，现在便觉得嫁给一个满心满眼爱我之人
才是最好的。太子当听懂我的话一样，继续问我，从小到大，你对姑都没有过真心吗？我正准备开口，沈燕珍便来了，霸道的伸手扣着我的腰，冷冷的开口，他说得很明白，他看不上你。说完，便牵着我的手进了店。我小心地观察着他，发现并没有生气，不由得松了一口气。唉，这太子真令人心烦，既要又要的，也不知道于静彤这蠢货看上了他什么，简直一个莫名其妙。我和沈燕珍的婚事定在了春日。大婚那日，阳光很是明媚，堂兄背着我出了崔家大门，在众人的欢声笑语中，将我放上了喜轿。团扇半遮面，我看见沈燕珍竟然亲自来迎亲了。大燕的皇室子弟大多都不会亲自来迎亲，见他来了，我心中开心极了。当夜，沈燕珍带着酒意接下来团扇，轻喃着诗，愿为双飞鸿，百岁不相离。我见他眼眶通红，没有说话，他轻手轻脚地帮我取下凤冠珠钗，一滴滚烫的泪滴在了我的手上，我才意识到他哭了。我刚要转过身看看他，他就一把将我抱起，放在了床榻之上。我坐在床榻上，看着他单膝跪在了我的身前，握着我的手，一字一句地说：哎呦，儿时算命的先生说，我这一生亲缘浅薄，注定孤独。从前我也这般认为，但是你递给了我一张锦帕，拉着我的手，将我在金銮殿前一次次扶起，让我觉得原来是有人关心我的。我一直知道你是太子婚书上的妻，所以我不敢同你亲近，因为我怕失去，怕有一日你会站在我的对立面。而是也艳羡你总是肆无忌惮地跟在太子身后叫着哥哥，当时也生出过阴暗的想法，将那抢过来多好，当我一个人的妹妹。后来你慢慢长大，亭亭玉立，耀眼夺目，午夜从梦中醒来，竟对你生出来龌龊的想法。后来我才意识到，你在我心里早就留下了种子。好在你和太子退了婚，我可以光明正大告诉你我心中的喜欢。好在我得以如愿，娶了你。我的眼泪像是不要钱一样，大颗大颗大往下掉。我从来不知道，他淡漠的外表下藏着那么热烈的喜欢。我捧起他的脸，带着哭腔认真地说，日后你不会孤单，你有我，我的家人便是你的家人。然后吻上了他的唇，以后让我好好爱你吧。月之上，影斑驳，红烛暖帐现双影。大婚后，沈燕珍便忙了起来。陛下交给了他许多的公务，偶尔回来时已经是半夜，怕吵着我，常常一个人睡在书房，偶尔一次两次可以，但是久了那可不行，总是见不着人影，回来还要分房睡。于是在一个他又一次晚归的夜里，我干脆抱着被子去书房等他。当他进屋时，我迷迷糊糊地半睁着眼，向他伸出双臂，他见状凑了过来，我抱住他的脖颈，他将脑袋埋在我的怀里蹭了蹭，他应当是刚刚沐浴过，身上带着淡淡的清香。沈燕珍，日后不许和我分房睡。他在我的怀里笑了笑，胸腔轻颤。好。我捧起他的脑袋，认真地看着他疲惫的双眼，抱怨道，你怎么那么多公务啊？他将被子拢了拢，将我和被子一起抱回来主屋，然后上了榻，抱着我轻声说，我想给阿优最好的。皇子们谁都想登高位，但无论谁登高位，沈燕珍都会是他们都眼中钉，因为他有一个手握兵权的舅舅，还有一个名门望族、身份尊贵的妻子。在他决定娶我那刻，就注定无法独善其身，所以他必须去争。在太子沈彦维和于静彤成婚后不久，他就因为结党营私被陛下废了。如今太子之位空着，但凡有点想法的都想坐上去。回崔府看望父亲母亲时，父亲在和我下棋时，我们闲聊了起来。他问我，哎呦，你觉着陛下赐下这场婚是为了什么？我有些迷茫，想和崔家亲上加亲。父亲摇着头轻笑出声，那为何是燕珍呢？我有些不解。父亲继续说起，燕珍16岁封王，陛下任由她在外发展势力，燕珍的舅舅又掌着兵权，如今又让你嫁给他，陛下是在为燕珍铺路啊。可是陛下自小罚他罚的最多，也最不待见他呀。父亲笑着伸出手指点了点我的头，爱之深责之切，宫墙之中是要吃人的，在他没有足够的实力下，
帝王明目张胆的偏爱才是一把利刃。如今朝堂上分两派，一派是以林家为首的废太子派，一方则是以崔家为首的秦王派。在我和沈燕珍成婚的第2年，废太子沈燕维的外祖父林阁老因年迈还乡，林家也渐渐落了下风。但两派之争仍然维持了好些年，直到沈燕珍的舅舅将北蛮逐出长城外数千里，让大燕子民站在大燕的国土之上，便能重新看见狼居胥山后，这场维持数年之久的太子之争才真正落下来帷幕。沈燕珍成功当上太子的那一年，所有的皇子都被派遣去了封地。受封那晚，沈燕珍在东宫的台阶上坐了许久，我在她肩上披了件薄衣，她捏着我的手带着我坐了下来。哎呦，你见过我母妃吗？我从未听沈燕珍提起过她的母亲，听舅舅说，我的母妃没有同父皇成婚前，自小长在北地，像只无拘无束的飞鸟，肆意极了。后来一封赐婚圣旨，她被束缚在了这看似繁华却又肮脏的皇城中。这道赐婚圣旨是父皇亲手求来的，但是他却没有护好我的母妃。母亲走后不久，外祖父战死沙场，舅舅被陷害下了大狱，我一时之间失去所有庇佑。那时我就求他救救我舅舅，可是他为了明哲保身，无视我的请求。那时我便觉得他虚伪极了，明明表面上那么爱我母妃，可是连他唯一的弟弟都不愿意救。舅舅就这么在牢里度过了3年，好在他夺嫡成功了，登上了高位。舅舅被放了出来，可是明明是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，却被妈撒得骨瘦如柴。我看见时害怕极了，也心疼坏了，好在他活着出来了。当时舅舅穿着褴褛的囚衣，我在他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他摸着我的头说，阿珍，日后莫怕，舅舅会在你身后，没人敢欺你。后来舅舅拼了命在战场厮杀，为他护住河山，开疆拓土。我怨他，气他，恨他，可是今天陛下亲手把玉玺给了我，他说我一直都是他的骄傲。沈燕珍用手遮住了流泪的双眼。我知晓他心中的矛盾，一个从小就不被认可关爱的孩子，到头来却发现他所经历的一切苦难只不过是他父亲护住他的手段。我无法替他原谅陛下，我也无法站在他的角度去责怪别人。我能做的只有陪在他身边，告诉他还有我，只是希望所有的矛盾可以通过时间去化解。乾明18年，陛下退位，隐居于普听山。沈燕珍牵着我的手，一步一阶梯登上了那至高无上的位置，受着百官朝拜。哎呦，我去求得你我的赐婚圣旨前，你父亲和我说，哎呦自小生在富贵窝中，跋扈惯了，可受不得气。我听见此话，轻笑出声。我同你父亲说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崔观仪永远是大燕最璀璨的明珠。如今我做到了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